大家好，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通灵是否真的存在？灵媒是否是骗人的呢？前几个视频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前世记忆、转世和轮回的故事，也聊了一些灵魂可以离开人身去梦里托梦的案例。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们发现身边确实有一些人，他有阴阳眼、能通天眼，也有一些超乎我们感官想象能力的，具备这些特殊能力并以此为生的人就是灵媒。也有人说，通灵师他不一定能通鬼神，但是他一定知道对面的你在想什么。通灵师他能够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能够预测遥远的未来或就近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时候通灵师可以看到前三界和后三界的故事，也可以看到上三界和下三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你说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吧，大概就在2016年的时候，我有一套闲置的 loft 想要出售。这套房子呢不是很好卖，因为它的地段不好，总价呢还有点高。这套房子挂出去2个多月了，一直无人问津，那就想到了我的那个小师妹，她会看事儿。照例我给小师妹打了一个红包，就有问她说，我这个房子能不能卖得掉，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卖掉，大概多少钱能卖掉，我就问了这个3个问题。小师妹马上就回我的消息了，她说大概在阳历5月的时候，会有一个戴眼镜长头发的姑娘来看房，确实看到有这么一个姑娘，可是她当时穿着西装，那么我就以为是中介，也就没有特别放在心上。然后过了2天，她又带了她的父母来看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是那个有买房意向的人，恰巧就是小师妹说的这个情况，也就在阳历5月的时候。我还记得她第2次来看的时间是5月10号，我当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小师妹，告诉她我们签订了意向协议。小师妹说大概在5月18号左右，我们就会最终签订合同，并且她会分批次把款打过来。后来就像小师妹预测的，她每一次打钱的时间，她后续签订正式合同的时间，包括最后我们搬家的时间，都在小师妹的一个精准预测上面。我也曾问过她，你是怎么看到这些事情的？她说不清楚，她只能在我们问问题以后，跟她自己内在的仙家去做沟通，她就会看到一幅景象。那她只是负责把这幅景象翻译给我们听，或者转述给我们听。至于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什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和事后去对应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包括小师妹能够看到别人肚子里的宝宝是男是女的，她能够看到照片里的这个人他的婚姻状态、情感状态，包括他的收入，包括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交往，甚至说你拿债主的照片给他看，他也知道这个人会不会还钱。也就是当年认识了这个神奇的小师妹，我关于神鬼、前世、轮回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开始对这些我以前没有接触的领域有了新的好奇心。在华人的世界呢，灵媒的一种形式叫乩童，鬼神附着在人的身上来预言福祸，来展示它的威力。那么鬼神附着的过程就叫做起乩，而整个灵媒的做法的过程又叫做伏乩。在台湾乩童又叫乩士。其实不管是乩童还是灵媒，在古时候的中国都归属于巫，其实在西方世界也有，他们称之为巫师，而女巫呢又叫做巫婆。相同的地方都在于他们有跟鬼神沟通的能力，有跟天地沟通的能力。当然以后我会专门讲一期关于通灵有关的视频，通灵会用到的一些法术以及不同的流派等等。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灵界的译者》，他是讲一个学生灵媒从小会通灵做灵媒的经历，到长大以后呢，转变成一个棒球的女主审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台湾人，真名呢叫刘百君。刘百君呢，他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宗教研究据说他大概1岁左右，他就具有通灵的能力的。他从小呢就体弱多病，常常发高烧。据他自己回忆呢，就3岁有一次发高烧住院的时候，那天的下午家人都不在身旁，他呢正躺在床上独自玩耍，突然就看到他的那个床尾的位置，就面对那个墙壁的地方，突然钻出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笑嘻嘻的跟他爬过来，跟他说走，我们一起去玩。
他想带他走，但是他走的方向呢是床边的空床那一头的窗户。刘百军呢，当时一个人觉得无聊，也想去玩，但是总觉得往窗户走是不太正常的，所以他也就没去。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犹豫期间，空气中突然响起了一阵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那个声音对那个男孩说：“他说他的时间还没到，还不能走。”那个男孩就答应了一声：“哦，好的。”他就自己又笑嘻嘻地从窗户走了。刘百军回忆说，很多次当他有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都能够感觉到那个声音的响起。他在想是不是他的护法神。刘百军说，他从小看到的鬼魂呢，都是平面的、半透明的，跟真实现实的人呢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也有一些鬼魂或灵体呢，有着残缺的肢体，非常狰狞的面目，也会吓他。太小的时候，他不懂得跟这些灵体相处，也会自己躲进衣柜里吓得大哭。就算是妈妈或者是家人寻找他、呼喊他，他躲在黑暗的衣柜中也不敢回应。那是幼年刘百军还不知道自己所具备的能力，还不知道如何去跟这些鬼魂相处。他还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就是小学时代有一阵吧，他每天出门上学前呢，都会看到他的外婆站在门口等他吃完早饭就牵着他蹦蹦跳跳的往学校走，然后送到学校的时候呢，外婆站在校门口跟他挥手告别，他呢就开开心心开始他一天的学习。如此大概持续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刘百军的爸爸突然想起来，女儿这段时间都是一个人上学的，他就想着说，应该陪着她一起去毕竟是个小女孩。然后呢，他就在早餐的时候跟刘百军说，爸爸今天送你上学。然后刘百军满不在乎的说，不用啊，我每天都不是一个人，我都有外婆陪我去。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刹那，刘百军的父母大惊失色。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外婆已经去世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爸爸就问他说，那你看到的外婆是穿什么衣服的呀？刘百军描述了一番。妈妈说，那就是外婆去世时穿的丧服。那家里人想，外婆毕竟是自己人，也陪伴了刘百军一段时间，从小也是他照顾的。再说刘百军从小就有通灵的能力，想想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就随他去了。直到有一天，刘百军照例跟他的外婆一起去上学。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外婆跟他说，呀，今天是我最后一次陪你上学了，我以后再也不能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你要好好吃饭哦，就像个老人家一样，就像他在世的时候一样，叮嘱了刘百军好多好多事。刘百军觉得奇怪啊，但是他有一种感觉，仿佛他也是知道说他再也见不到外婆了。所以在走进校门以后，他也回头看了他外婆几眼，外婆依旧站在那儿跟他挥手告别。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外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知道外婆应该已经是往生投胎去了。刘百军会通灵的这个能力呢，他的很多朋友亲密的家人，包括他的导师都是知道的。台湾的玄奘大学的中文系老师张兰石曾经给刘百军做过一次脑电波。他说，正常人白天工作生活的时候，他的脑电波都是贝塔波，只有睡觉做梦的时候，他的脑电波是阿尔法波。阿尔法波的赫兹呢，一般都是8到12，频率是8到12赫兹。但是刘百军的脑电波很奇怪，他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的脑电波永远都处于阿尔法，它频率一直都是在8到12赫兹。那张老师呢，就开玩笑的跟刘百军说，你似乎一辈子都在做梦，从来没有醒来过呀。张兰石平常也研究过其他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他说台湾大部分的自称有特异功能的通灵人士都是假扮的，或者是有点精神问题，只有刘百军是真正具有通灵能力的人之一。因为刘百军有特殊的通灵能力，家人在1岁开始就发现了，包括他6岁开始给家人、亲人、朋友报名牌，然后呢14岁，大概是10岁的样子就去道场当资深的通灵师了，一直到24岁他退出通灵师的生涯。刘百军回忆说，他从15岁开始，每天下午或者是放学后就到道场去帮人看事，通常他的工作呢就是
坐在神坛旁边，来问身边他能够看到的鬼魂，去问那些鬼魂或者鬼神来回答求问的问题。如果当时他能够聊天的鬼魂或大神也不了解那个求高人的问题呢，那就没有办法回答了，他们就会有说缘分未到啊，或当下不合适啊等情况搪塞过去。他说自己不具备什么通灵师特别的修行能力，他无非只是那些灵体的翻译者而已。如果灵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灵体无法回答，他也就无法回答。这是他非常实事求是，也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一点。但是呢，他后来遇到了鬼医李宝岩。他说自从李宝岩来了以后呢，他帮人看病看事的效率和准确度就大大提升。这个鬼医李宝岩又是谁呢？他自称自己是明朝人士，来自浙江。26岁的时候呢，不幸染上瘟疫去世。但是他们家祖上3代都是名医，所以他也耳濡目染，有一些医术。只是他死后呢，并没有乖乖的去投胎，而是辗转漂泊于世间几百年。这一路上不是给人看病，就是想尽办法想要给人看病，大概是他的执念吧。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呢，就飘飘零零的到了台湾的新竹跟那个刘百军相识了，然后成为帮他看病的鬼医。刘百军说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他只是鬼医李宝岩的翻译而已。通常他跟李宝岩合作给人看病的流程呢，就是来求助的人先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大概坐了一会儿以后呢，就会被请到边上。李宝岩看完他以后呢，就会给刘百军开具药方，让他把药方给到对方，并且在药方开具之前就告知他你有什么问题，你平常会哪里痛。那么这个药方的一些方子，包括食疗方，也会仔仔细细的给到他。这是第一种治疗方式。第二种治疗方式呢，就是鬼医李宝岩觉得这个人需要针灸结合汤药了，那么他就会要求给他去做针灸，这也是最吓人的一个地方。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当鬼医觉得这个人需要针灸的时候，刘百军就会请这个人到另外一个屋子里去，他坐在那，然后呢，鬼医就会带着他的助手给人扎针。他说这个人呢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确实能够感觉到身上有被针扎的感觉，而且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当针扎结束以后，他的症状的明显好转，会让人感觉后背发冷，毛骨悚然。这些被鬼医扎针过的人呢，还包括刘百军的爸爸妈妈他的亲戚，包括当时到场的负责人，以及很多很多来求病的信众。有意思的故事和情节呢，都在刘百军自己亲自写的这本自传体的书里面。不过通灵这个事情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有人批评他们为怪力乱神，那也有相信的人觉得非常神奇，可以解决他眼下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信其有，不信则无。你不信它，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呢？2022年的7月，香港广播电视公司呢，它制作了一档真人秀节目，叫做《通灵之王》。当时的主持人呢是梁思浩和另外2位美少女。这个节目呢是香港电视史上首个以通灵为主题而拍摄的真人秀节目。主办方呢在线下进行海选以后，最后选拔了15个自称具有通灵能力的通灵师进入节目现场。第1集的比赛里面呢，要进行15进10的一个选拔赛。有人自称自己是巫婆托生的，他可以看穿人的灵魂，女孩子特别喜欢他，因为他能够知道你内心的情感深处的一些困惑，还有你碰到的这个人到底能不能给你幸福。还有一个人呢，他是港星钱嘉乐的侄子，来自钱家班，自小就修习武术。他说自己是通过修习武术来开了天眼的。还有些人呢是来自易经世家家里3代人都是学习易经的。还有人呢精通塔罗牌，他说他的塔罗牌是有魔力的，他可以通过塔罗牌的测算和他自己的感知能力，可以看到很多事情的真相，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还有2个参加比赛的通灵师给我的印象是蛮深的，一个叫驱邪装修梁宗武。宗武这个人呢，他是专门给有脏东西的房子驱邪的，比如说房子有一些诡异的东西那些屋子特别的邪门那么让他去就可以给你弄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叫 Depp 呢，
他能够看到人的前世，可以化解人和一些鬼魂之间的恩怨。那有些人不是容易被鬼附身嘛，容易有一些恩怨的事情无法解决，就导致他一直生病，一直被纠缠。那他呢，就是帮助人和灵魂去做谈判的灵魂沟通师。不过在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是非主流嘛，所以在节目没有播出之前呢，在宣传期间就已经有香港的教会人士联名发出抗议信了，要求取缔这个节目，要求关停这个节目，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不过香港的这个叫《通灵之王》的节目呢，它有借鉴俄罗斯一档做了10几年的《通灵之战》的这个节目，有参考它蛮重的一个参考痕迹。俄罗斯的这个节目呢叫《通灵之战》，它是由俄罗斯 TNT 频道做的，做了10来年了。它这节目有一个经典的环节是什么呢？他们先经过一轮在公开的选拔。有可能世界各地过来的，会有几上百名选手会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进行选拔，去测试他们的通灵能力。稍微具备一点能力的呢，才会进入节目现场。然后在后面的有一个节目的环节是非常经典的，就是主办方会邀请30个来自各地的车主，让他们把自己的车子开过来，开到一个巨大的仓库里面放在2排排好，一共30辆。那么他们会在现场去设置好规则，现场由30名车主来讨论选拔出一个志愿者去藏到后备箱里面。然后呢，来参加选拔的通灵师呢，他就需要在10分钟内，在30辆车的后备箱里，凭感觉或者凭他的超能力，来猜出这个志愿者藏在哪个后备箱里面。通常有没有超能力的，有没有神通的，有没有阴阳眼的，在那个环节就会很快被淘汰掉。很少有人能够猜中2次，但是我记得大概是22季，有个人连续猜中3次到4次。这个能力真的是让现场的观众觉得自己后背发凉，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具备超能力的人。我记得有一个环节呢，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通灵师，很少有中国面孔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被很多人不看好的。但是他所具备的能力确实让很多当时现场的观众感到毛骨悚然。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这个小姑娘进入一个一直感觉被诅咒的俄罗斯村庄里面，这个村庄有一户人家连续4到5名男丁都先后自杀了，然后这个家族像是被诅咒一样。然后他们跟节目组写信以后呢，要求通灵师能够邀请真正有能力的通灵师来他们家中，给这个村子，给这个家里的人解除那些诅咒。然后这个小姑娘到现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村民跟随着她，陪伴着她进入那户人家，她就一路能够看得出，她一路就指出了这个家族过去几年中几个男子分别自杀的场所，他每个场所都会指出来，然后他告诉了他们现场的人，他们都是以什么姿势，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自杀的。甚至他们还在这户人家后院的一个屋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的灵魂。他告知现场说，这个小女孩也在这里上吊自杀。但是现场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家族里没有小女孩死去过。然后这个女孩说，不是他们家的，是现场的一个邻居的。那个邻居当下就痛哭失声了，那个就是他的女儿，曾经死在这个屋子里。节目组是事先并没有告诉通灵师的。然后那个通灵师就抱着那个女孩的妈妈安抚她，他说他代表那个小女孩的灵魂告诉她说，他让我告诉你，让你放下，他非常感谢你，他也很爱你，请你放下。然后他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家族和整个村子不停地有人在自杀。现场的观众就发出了惊呼声，因为确实他们这个村子不仅这个家庭，整个村子这几年自杀的人数非常的多，大多数是年轻的男士。那个小姑娘说，是因为在这个村子的一个屋子里面有一段被诅咒的什么东西之类的。后来我就没再看下去了，因为我也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我就没有再看下去。通灵之战到去年为止吧，新的没有再出来，可能出来了，有出来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
其实类似的节目在世界各地都是有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包括斯洛伐克都有这些关于通灵的节目。为什么世界各地这么多人都相信通灵师的存在？为什么通灵师在做灵媒的职业以后，他们依然有市场？因为他们确实可能真的能够看到一些东西，来解除还活着的人的一些困惑和烦恼。下一期我们来讲一讲鬼压床，欢迎下次收看，我是馆长小杜。